有缘人，我想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：一个人，尤其是女人，一定不要把自己养成穷相。鬼谷子有一句话是这样的：宁生穷命，不生穷相。穷命可改，穷相难医。所谓的穷相，并非指物质上的贫穷，而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匮乏。我们的人生不仅包含物质条件，更涵盖一个人的精神风貌，而穷相里往往就蕴含着糟糕的精神面貌。这样的精神面貌会致使一个人越来越穷，最终生成穷相。一个人物质上的匮乏可能是出身造成的，投胎是个技术活，出生我们没得选，但精神上的贫瘠往往是后天养成的。但是后天的事可以逆天改命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穷命尚可回转，穷相永无出路。所以若想未来人生越来越好，一定不要把自己养成穷相。哀怨相。生活中有一类人，他们总是眉头紧皱，嘴角下垂，极度缺乏自信、毅力和恒心，总是唠叨不停，对任何事都有借口和理由，不满足于当前生活，挑剔别人的缺点和过失，自己却又不愿上进，做事犹豫不决，失败后就把气撒到最亲密的人身上，说话刻薄难听，爱发牢骚，负能量爆棚，得势时不饶人，十分惹人厌烦，没人愿意靠近。这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抱怨。星云大师说，语言是有能量场的，一个人把口德修好了，他就成了半个佛。任何话说得多了，就会成真。好的语言促成好事，坏的语言促成坏事。抱怨的话多了，会改变周围的能量场，让周围充满负能量。久而久之，人自然就会倒霉。老话说得好，自知者不怨人，知命者不怨天，一叹穷3年。喜欢抱怨和哭穷都是伤福报的行为，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。时间长了，慢慢的就真的生出穷相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说好话，心存正念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。《红楼梦》中的刘姥姥是一个老寡妇，依靠着2亩薄田生活，女儿嫁到了王家，有2个孩子忙不过来，就请刘姥姥来帮忙。年关近了，可女婿的家中仍然一穷二白，女婿王狗整天唉声叹气，媳妇也受气不敢说话。刘姥姥看不下去这一家子的穷相，说着：“狗儿啊，咱们不能光在这里唉声叹气，得想个法子。”于是给女婿想一个办法，劝王狗去王家攀攀关系，看能不能得到点帮助。然而王狗不敢去，就让刘姥姥先去探探路。本该颐养天年的刘姥姥也没有抱怨，只是笑着说：“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为家里出点力呢，就算没拿到银子，
去见识见识大户人家的气派，也是好的。就这样，刘姥姥去了王家，才有了刘姥姥逛大观园这一出。后面也带回了很多馈赠和20两银子给家里解了围。常常抱怨和哭穷，不仅会显得缺乏自信，更会让错失很多机会和可能。我们要明白，抱怨和哭穷于事无补，想办法去改变现状才是王道。而邋遢相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？那些成日蓬头垢面、不修边幅的人，在生活中也少有春风得意的，而穿着得体、仪容干净的人，生活大都井然有序。一个人的形象里藏着他的运气。不修边幅、外表邋遢的生活常态，不仅难以收获信任和好感，也会使自己沾染霉运。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，整洁得体的仪容、和谐优雅的穿搭，就像是我们的名片，无声地传达着我们的品味、态度和价值观。就像可可、香奈儿所说，穿着破旧的裙子，人们记住的是裙子穿着优雅的裙子，人们记住的是穿裙子的女人。没有人会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。当我们穿上心仪的衣服，不仅自己感到愉悦，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和一种尊重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先敬皮囊再敬魂，莫要怪别人以貌取人。相识不过一瞬，谁也没有一双透视的眼睛，能够透过一个人的外在的形象，看清他内在的能力和灵魂。倘若平日里总是蓬头垢面、精神萎靡，难免会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。而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把自己收拾干净的人，则会让人觉得他们始终有能力把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。外在的形象永远是人际交往的第一块敲门砖。老话常说，行头换一换，好运来一半。赴约时化个清新的淡妆，让鲜亮的好气色带来明媚灿烂。出门前不妨熨烫一下自己的衣服，让笔挺的衣服撑起气场。很多时候，你在形象上花的精力，会给你的学识、资历和教养点上传神的一笔。在爱美也是生产力一书中，黎贝卡就曾因形象问题栽过个大跟头。那时，作为新手记者的他，被指派参加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。在会议中，他积极争取，终于在前排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提问机会。当他满怀信心地站起身时，却引来周围人的窃窃私语。原来是因为那天他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渔网袜，显得不伦不类。他本以为这无伤大雅，只要表现好，外表只是其次。不想会议结束后，尽管黎贝卡的发言挑不出错，可他那天的邋遢形象还是让他在同行间成为一个笑柄。人们纷纷议论着他的装扮，他的专业能力也因此受到质疑。
以至于后来的重要采访任务也没有再落到他的头上。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让自己穿得精神些，哪怕是去超市买个菜，也要注意形象得体。有人或许会说，不知道穿什么才好看，才精神。那你不妨试试衣柜里的衣服，哪件穿上能让你立刻挺直腰板，充满精气神，就穿哪件。平日不自信的人可以尝试穿的色彩稍微丰富些，立马就能感觉不一样。3. 可怜相。现在的社会里，人们不会过多的同情一个人的可怜，但大多数人却会敬重一个人在绝境中涅槃，从逆境中崛起。诚如知否？李明兰说的，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，最好不要太指望别人，指望越多，难免会有些失望。在现实中，赵丽颖唯一的靠山，一直也是只有她自己。她出身农村，读书不多，也不太会说话。曾经因为说自己长得像农村人被群嘲，但是她没有自怨自艾，而是靠着一个又一个的小配角，蜕变成影视圈的大女主。在情感上，她结婚又离婚，事业也没有走下坡路。事业巅峰期，奉子成婚，遭遇婚变，就和平分手，没有拉扯，多的是冷静与耐心。她不需要丈夫帮自己锦上添花，也不会在婚姻不顺的沼泽里泥足深陷，沦为可怜的笑话。婚姻不是她的避风港，从头到尾，她的标签从来都不是冯太太，而是演员赵丽颖。她一直都是独立行走的大女主。其实人的一生就是这样，有突如其来的惊喜，也有意料不到的变故。唯有靠自己，才能赢得尊严与底气。女人靠自己，永远都不会输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可怜的泥潭，但是我们不能生出可怜相，因为人的本质是慕强的。人越强大，越能吸引更多的正面的能量，人们更愿意为强者喝彩，而不愿意被弱者依赖，因为强者或许能给自己带来利益，而弱者往往只能带来麻烦。所以与其指望别人同情，不如靠自己爬过险坡，趟过泥河。穷不是一种状态，而是一种心态。没有人会一辈子受穷，穷命可改，穷相难医。稻盛和夫说，真正的贫穷不是穷困潦倒，身无分文，缺乏物质，它是脸上的肤浅，是眼中的空洞无物，是心灵的一片空白，是思维的高度贫困，是精神的极度匮乏，是茫然随波逐流的心。没有人会一辈子受穷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一个人的面相，往往反映其品行；一个人的品行，往往决定其命运。穷相一旦养成，穷命便难更改。财气、福气、运气都会渐渐远离。穷相不是在特定的某种场合展现出来的，
而是会在诸多方面有所表现。所以千万别把自己养成穷相，千万别让人生白忙一场。有缘人，以上3种穷相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明明自己知道却不采取行动去改变，把穷相变成贵气。很多人会以为贵气是豪门大户的人才会拥有的气质，其实不然，贵气也是可以后天养成的。俗话说，山河不足虫，虫在于贵人。每个人都想遇到自己的贵人，都想得到贵人的相助。那么贵人在哪里呢？其实你的贵人就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你什么时候身上有了贵气，你的贵人就都出现了。一个人身上没有贵气，是遇不到贵人的。贵气贵在你的善良真诚，贵在你的厚道，不耍坏，内心清明，做事踏实有恒心。我们常说提不起来的阿斗，烂泥扶不上墙，一肚子坏水，还总想着投机取巧，还整天盼着贵人踏着五彩祥云来拉你一把。如果您是贵人，您愿意帮助这样的人吗？那些大到拿到投资款平步青云的，小到项目合作受人提拔的，无一不是人品好，无一不是有贵气。能量越高级，你就能遇到更多贵人和好事儿。当你越发贵气，天地间的能量也会与你相连接。所以一定要学会放轻松，让自己快乐起来，运气才会好。贵气分2种，一种叫有形的奢侈品，属于外在，服饰、珠宝、包包；一种叫无形的奢侈品，气质、修养、阅历、格局。女人提升贵气，并不是给自己买名牌的包包、珠宝和化妆品，因为靠外在的东西才能找到自信，才有气质。其实你是很可悲的表现，而真正有自信和气质的女人，不需要那些华丽的东西，只要往那里一站就有自带贵气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这么一类人，看上去是特别有气质，明明30-40岁就跟20多岁小姑娘一样，感觉就是大户人家的孩子，但其实他家里条件一般。如果你遇上了，或者你就是这样的人，那我要恭喜你，这种人往往就是天生的有钱人，财库深的都散发出了贵气。哪怕你现在过得没什么钱，接下来很快他会吸引到贵人，开始发家致富的上坡路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与良人先结婚，与贵人先立业，未遇良人先自立，未遇贵人先自修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只要你内在气质变化了，贵气自然就有了，贵人也会不经意间出现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生活中能养贵气的8个好习惯，希望能帮助你养出自己内在的松弛坚定，外在的从容贵气。第一个，去浊气。说白了就是不要去招惹烂桃花，珍惜好自己的身心能量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和不幸，你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，
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转换，就是在分担别人的不幸，经常做污秽不堪的事，那这个人也会变得身心污浊，想要养出贵气就很难了。第二个，去俗气。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网红你会觉得很俗气，就是因为红了以后开始穿金戴银，满身大牌 logo， 太用力地表现自己的物质生活，只能证明他们的精神是匮乏的，所以你很难看到有贵气的网红。其实一个人越朴素越好，越简单越快乐。朴素的人身心清净，高维能量也就越足。简单的人心无挂碍，无限洒脱，不受万事万物消耗，每天都会是精气神十足。朴素而又简单的人往往都是天选之人，更具有修行者特质。第三个，去晦气，少说丧气话，不干缺德事，多说善语，多做善事儿，这样天地会给你正向的反馈，也都会是正向的好能量。那接下来你真的会顺到爆。第四个就是要远离身边负能量的人。当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很压抑，你一靠近就不舒服，这个时候要相信直觉，尽快远离，不要让它干扰了你的贵气养成计划。能量很宝贵的，慢慢的去做到和消极的东西断舍离，把自己身边的人洗一次牌，你就离成功越来越近了。第五个是形象在前，不是说你要打扮得多精致多漂亮，但是一定要把自个儿收拾得干净清爽，抬头挺胸，气场立马就不一样了，大方得体，贵气就把你围绕了。第六个就是要说好话，给自己积极的暗示和能量，不要总是把我好苦，我好倒霉挂在嘴边，也别经常叹气。俗话说一叹穷3年，老是愁眉苦脸的，是很丧福报的行为。所以你多夸夸自己，多夸夸别人，一整天都会是一副喜气洋洋的状态，正能量满满当当。如果你能保持开心和积极，你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贵气。第7个，丢自卑，养配的相。一个人的命运不仅受外界天时地利的影响，更与内心的能量和信念息息相关。网络上热议的好命之论，从玄学的角度来看，实则是一个人内在配的感的体现。那些不否定和攻击自己，配得感高的人往往最好命。一个拥有积极心态、自信且精神富足的人，其气场明亮，能量充沛，能够吸引吉祥和好运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总是心怀我不配的念头，其气场就会变得暗淡，难以吸引正面的能量和机遇。在宇宙的能量流动中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的中心，而配的感则是个人能量场的调节器。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我不配的负面能量，他的气场就会变得沉重、暗淡。这样的能量吸引不到美好的事物，反而会让好运绕道而行。
玄学中讲求心念一动，震动十方，意味着人的思想和信念能够影响周围的能量场。一个人如果内心总是充满自信，他的气场就会明亮而温暖，这样的能量能够吸引正面的机会和人际关系，从而创造出一个好命的现实。在情感论坛上许多的故事，那些不自信和逃避，其实是内心低配的感的体现。这种内在的负面能量，使得自己在面对机会时总是退缩不前，从而错失了生命中的许多美好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要改变这种状态，首先要从内心开始转变，扔掉那些我不配、我不够好的消极念头，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世间的一切美好。当一个人开始自觉金贵，自己的内在能量就会提升，气场变得积极而强大。这样的高配的感会吸引来更好的人生境遇。因此，我们要时刻保持内心的光明和自信，这样才能在宇宙的能量流动中吸引到属于自己的好运和幸福。当我们的内在充满了高配的感，我们的人生也将随之变得丰富多彩、高配而美满。第8个，富养灵魂。富养自己并不是只给自己买名牌的包包、珠宝首饰和化妆品，而是要富养你的灵魂。多听课，多读书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提升你的境界，富养你的阅历。你要多去见人，多去经历事儿，多在事儿的中间磨练你自己。你要学会和自己待在一起，学会独处。人生也就那么几十年，一定要富养自己，只有这样你才会越来越开心。贵气感的女人一生静清且平静，在自己的世界独善其身，在别人的世界顺其自然。女人的精致和优雅是讲究出来的，接纳自己，忠于自己，坚持自己，连魂灵都会变得有香气。女孩子随时都要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干净，约会要散发出我很贵的气息。贵气一定是内外兼修。都说美人在骨不在皮，那种被富贵滋养、有内涵的气质，就是人间富贵花的骨。外表会老去，只有气质会伴随女性一生。时光的磨练，为女性增加了人生的厚度，让贵气有岁月沉淀的浑厚底蕴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除穷相养贵气。愿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告别穷相，养成富贵相，内心充满阳光和喜悦，活出一个更加精彩和幸福的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